2025年如何找到一款靠谱、稳定而且干净的住宅 IP 呢？无论你是想博彩，还是 TikTok 运营，又或者是 YouTube 创作者，你们一定要观看此影片。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创作者都在咨询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是很想帮忙回答，但是又怕被封号。我来给你们举2个例子，我们为什么要用干净稳定的住宅 IP？第一，比如说 TikTok 对于 TikTok 创作者，如果你想你的影片有大量人观看，你必须要使用一个纯静态住宅 IP。使用免费的 VPN 频繁切换 IP 会被 TikTok 加入黑名单，导致你的影片不会被算法推荐。就比如说这个人他在 TikTok 上发布了影片，但是并没有人观看，但是使用了 Lychee IP 后，观看量直线上升。就比如说拿我为例，我在使用 Lychee IP 前，我辛辛苦苦花了大量的时间制作了的影片，在第一天并没有多少人观看。但是最近在我使用 Lychee 美国的住宅 IP 之后，我的影片突然涨了不少流量。如果你想要一个住宅静态 IP，而且还不限制流量的话，那么请观看此影片。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知识影片。今天这支影片，我给大家来评测一款产品 Lychee IP，它是筛选全球高质量住宅代理 IP。如果你想购买可靠性高质量的住宅代理 IP，你可以去尝试用这款产品。然后今天我给大家来评测这款产品它的质量以及它是否干净记录。你可以看到，他说我们95%以上的 IP 都有干净的记录，可以看出它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有2种选择，一种是静态住宅代理以及动态住宅代理。然后静态住宅代理的价格，它肯定比动态的住宅代理要高一些。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是不限流量，然后每个月大约是63人民币每月。然后你可以点击立即获取，然后它支付方式是微信、支付宝、Visa、Master，然后以及 TRC20。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是99.8%正常运行时间。然后它这个全球的 IP 池是超过了得有百万级别，然后比较超高纯净度 IP，然后支持 HTTPS 以及 SOCKS file 协议。今天我给大家来评测一下，我不会说单独的去介绍它这款产品是否好用，但是它这个公司它是比较靠谱的，因为它是在中国大陆，你可以看到它是在海南海口市。今天我给大家在介绍这款 Lychee IP 之前，我给大家评测一下，就是我之前用的 AWS。因为它 AWS 它可以帮我们创建 VPN 以及更改你的 IP，但是它这个 IP 不是住宅 IP，所以说小伙伴如果要是使用住宅 IP 的话，这个 AWS 是无法帮你实现的，所以只能通过用 Lychee IP 这款产品去来帮你实现的。首先我进入我这个 AWS 之前的账户，然后我给大家来评测，也就是我当时是在 AWS 上部署的 OpenVPN，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分配的 IP 是13.22.0.194.163，然后我们可以连接一下。连接之后，然后用 root 进入，root 用户进入之后，这里面我们预设的是安装了 Docker，然后我们是需要通过安装这个 UI，你可以看到，然后我们直接运行这个即可。首先前提是你有这个服务这个配置，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尝试配置一下这个，然后现在就是它已经是帮我们进入了，然后我们将这个 IP copy 下来，然后我们进入，这个 IP 是美国的 IP，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instance two EC2 它是已经帮我们运行了，然后我们看看它的分配的 IP，这款 IP 它是否是静态 IP，是否是住宅 IP，然后我们在这个就是检测它这个是否是欺诈值，我们来检测一下。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值非常高，31，也就是说它这个 IP 它之前可能是有人用过，然后或者是做一些比如说违法的事情，所以说这个 IP 不是很干净。这个值越高的话，它这个风险越高。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IP 地址，我们来输入它这个 IP，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它这个 IP，然后我们来进入这个网站来看看它这个 IP 它类型它是否是住宅 IP。你可以看到它进入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是 commercial，就是商业 IP，它不是住宅 IP。你可以看到这刚给我们分配的这个 IP，这个 IP 正好是在 AWS 上分配的这个 IP，它不是住宅 IP，商业的，你可以看到是商业的。如果想要使用纯静态住宅 IP 的话，AWS 是无法实现的，包括甲骨文云、Azure 微软云，它都是无法实现的。那今天我给大家来评测这款产品，就是 Lychee IP。Lychee IP 的话，那你可能会说了，你怎么能知道它是否是住宅 IP，以及它是否是干净的呢？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评测一下这款产品。这款产品我用了一段时间，还是比较靠谱的。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你可以点击立即获取，然后住宅。然后它的国家，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加拿大、美国，这是北美的，然后可以选择不同的大洲，比如说欧洲啦，比如说欧洲有意大利、西班牙、法
国、德国、英国，然后东南亚也有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还有泰国。东亚的话，比如说日本、南韩、香港以及台湾。然后非洲的话也有南非、中东、阿联酋，然后大洋洲没有，南亚也没有，南美的话只有巴西。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比如说尝试想选择1个月，然后去支付。它这个刚开始的话，你可以联系客服去试用500兆的流量。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尝试。然后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这里面，我来进入我的这个 IP，我使用的这款。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它给你分配的 IP 这个地址，比如说38.45.135.45，然后国家是 US，然后它的连接部 port 是36026，然后账号密码它已经分配好了。然后它是怎么使用呢？我们点击详情，讲详情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有个协议叫 SOX5，然后连接部是36026，然后我们直接将这个输入进去。大家也可以将这个拷贝下来，然后直接导入到那个配置文件。这里面今天我给大家来介绍如何自己去用那个小火箭去使用。然后比如说我们这里点击添加，添加一个，然后选择 SOX5 之后，然后我们将这个地址拷贝下来。IP 地址拷贝下来，然后粘贴到这上面，然后连接部是36026，然后用户名是我们账户，然后密码是这个，然后我们点击 Save， 点击 Save 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有个记录，就是我们刚刚分配的这个美国的，你可以看到吗？然后我们点击连接，连接之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小火箭上右侧有一个 IP 以及 port， 然后我们去来看一下，然后它的 IP 是哪儿的？比如说我们刷新。然后我们点击 My IP， 你可以看到它 IP 变成了38.45.135.45，这就是我们美国华盛顿的 IP， 城市是 Seattle。然后我们来评测一下，那么怎么评测它这个欺诈值是否高低呢？然后我们将这个 IP 拷贝下来，可以看到刚刚 AWS 这个 IP 是欺诈值比较高，然后我们来评测一下这款 IP， 这是我在 Litchi IP 上买的，你可以看到我们查询，你可以看到是0，就代表它这个 IP 是非常非常的干净，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它怎么看它是否是住宅 IP 呢？这就需要我们用这个地址去检测，然后我们将这个 IP 拷贝下来，然后我们查询。家庭住宅 IP 的英文是 residential， 可以看到它这是 ISP residential， 就是代表它是住宅 IP。你可以看到，我们翻译一下，看住宅 IP ISP 宽频。然后我们只是来查询这款 IP 它是住宅的，然后它欺诈值也比较低。那我们来评测一下，它是否好用。那怎么评测呢？我们来检查一下 speed test，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其实它这个值最高的话可以达到300，但是我这里面稍微低一些，因为我这个本地带宽它就比较慢，所以说它无法去评测最大值。但是你可以看到80.3是比较高了，就是除以8的话，大概10兆每秒，就是下载。上传的话是46，因为它这个实际上值它肯定会比这个更高，因为我这个本地的网就不是很快。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延时是1毫秒。然后我们来评测一下，就是我之前就是在 AWS 上部署的这个速度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刚刚它的 Litchi 关掉，然后我们来连接我这个 AWS 上部署的这个OpenVPN， 然后我们再来评测一下，其实也是差不多，这个稍微最低一些。你可以看到它是43，就说明它这个速度要比 Litchi 的要慢1半。你可以看到它这个31，这也是比较慢的。这是 AWS， 然后我们把这个 AWS 这个 OpenVPN 关掉，然后我再回到 Litchi， 然后我们再连接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速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刷一下 TikTok 啦，比如说我们刷一下 TikTok。That's the biggest celebrity I've ever met in the entire world. I look back at him like as a baby. Now I have lines on my. Every morning I wake up, first thing I do.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还是可以的，就是能运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YouTube，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YouTube 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4K 的4K video，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清的，这是8K 的，8K 120 FPS， 看它速度怎么样？哎，也是可以的。那我们来选一下它的分辨率啊，它这不是4K 的，我们需要勾选4K。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没问题，你可以看到这款代理还是可以的。我为什么推荐这款住宅代理呢？第一，它非常干净，欺诈值为0，我的影片已经有展示了，它的欺诈值为0。第二，它的速度非常快，最快可达到带宽300兆。
然后第三，它的价格非常便宜。如果你购买美国住宅静态 IP 的话，它每个月最低可达65人民币，然后不限流量。第四，它7天24小时人工客服，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他们。5. 注册即免费赠送1GB 动态流量。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然后使用我的专属码。然后大家使用这个专属码的话是可以有折扣的。大家喜欢的话，别忘了订阅我。感谢大家的收看，拜拜。大家如果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别忘了订阅我。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收藏我的影片或者留言，我会帮助大家的。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影片频道里面，比如说我自建的，比如说自建 VPN 和 VPS 服务。大家如果不喜欢某一个方案的话，可以选择另一个方案。这里面我给大家来部署 OpenVPN，然后在 Oracle 免费的 Oracle 上部署 OpenVPN 以及 WireGuard VPN， 以及就是操作点击几个按钮也可以部署自己的 VPN， 以及在 Azure 上或者是在 Azure 上部署 V2Ray， 很多方法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的影片。还有就是比如说评测 VPN， 比如说自己安装 AI 软体工具了，以及 AI 语音克隆了，说这是我的频道。如果大家喜欢我了，别忘了订阅我。